就在世人以为六耳猕猴已死，悟空重归取经团队的那天晚上，唐僧偷偷地念了2遍紧箍咒，而他们面前的悟空却没有丝毫反应。唐僧沉默了，一滴眼泪不经意间划过脸颊，而这一切全被一旁装睡的八戒看在眼里。从这夜之后，八戒再没有叫过孙悟空猴哥，而唐僧也再没有念过紧箍咒。转眼之间50年过去，此时的蛙皇宫中，一猴子头戴凤翅紫金冠，身披锁子黄金甲，脚踩藕丝布云履，站在蛙皇宫内，看着眼前的女娲娘娘说道：“娘娘，我是来辞行的。孩子，3界之中天机混乱，便是我等圣人也看不清。你在3界之中树敌颇多，甲子前我出手便已违背规矩，若是再逢劫难，我也救不了你。”女娲娘娘如同春风般的声音传来，但这也改变不了孙悟空报仇的决心。他目光坚定地说道：“如来老儿如此欺我，若不报此仇，我以何面目立于这天地之间？娘娘给了我生命，甲子前又在我危难之际搭救于我，等我大仇得报，就来这33重天外与娘娘作伴。孩子，这些年勤勉修行，你也从昔日的太乙修到如今的大罗巅峰，在3界中也算是一方强者，但想以一己之力与灵山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娘娘，我定会仔细谋划，不会鲁莽行事的。”见孙悟空心意已定，女娲也不再阻拦，只说让孙悟空以后遇到危险可来蛙皇宫避难。孙悟空向女娲深深一拜，走出蛙皇宫，唤出筋斗云，直奔花果山。自己自从被压在五指山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那里。算算时间，也有将近600年了，也不知道自己那些猴子猴孙都怎么样了。孙悟空飞速地朝花果山飞去，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在喊自己，于是停下身形：“大圣大圣，你等会儿我啊！”一须发洁白的白衣老头追了上来，原来是你这老关，你不在天庭拍玉帝老儿的马屁，跑到这里拦住我的去路作甚？孙悟空不客气地说道。本在凌霄宝殿的太白金星笑呵呵地说道：“这不是陛下知道了大圣从天外归来，特地叫我过来请大圣去凌霄宝殿一叙。玉帝老儿知道我是从天外归来的。”孙悟空眯起眼睛，一身桀骜不驯的气息迸发出来。太白金星连忙说道：“陛下之事不敢过问，请大圣去往天庭，与陛下当面说清楚便是。走，我倒要看看这玉帝老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说完便与太白金星前往了天庭。一人一猴来至南天门外，值守在此的天兵急忙行礼，拜见斗战胜佛。孙悟空闻言一拳扫去，众天兵皆被打倒在地，杀气腾腾地说道：“我叫齐天大圣，不是什么狗屁斗战胜佛。”太白金星急忙上前说道：“大圣何必与这些天兵计较？陛下还等着我们呢。”太白金星拉着孙悟空直奔凌霄宝殿，只留下那些平白无故挨了一拳的天兵。不是说这猴子成佛之后就收敛性情了吗？怎么还是如此暴躁？却说孙悟空与太白金星来到凌霄宝殿，只见宝殿之上玉帝一人独坐，威严端庄，令人肃然起敬。太白金星上前：“陛下，大圣来了。”孙悟空拱手道：“拜见玉皇大天尊。”玉皇大帝笑着说道：“你这猴子，在女娲娘娘那里修行了一甲子，倒也知道礼节2字。”孙悟空没心思扯这些有的没的，直接问道：“玉帝，你是怎么知道我老孙这些年在女娲娘娘那里的？当年如来老儿压制住我，让6耳猕猴打死我时，女娲娘娘就我连如来都骗过去了，你怎么知道的？”玉帝笑呵呵地说道：“朕身为大天尊，3界6道皆归朕掌控，有什么事是朕不知道的呢？”孙悟空看着玉帝翻了翻白眼，拆台的说道：“对对对，3界6道皆归你掌控，就是管不了灵山。”玉帝依旧笑呵呵地说道：“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不也被如来玩弄于股掌之中，最后差点落得一个身死道消、魂飞魄散的结果？”孙悟空闻言，一身戾气从身体内涌出，抬头怒视着玉帝。玉帝笑容依旧挂在脸上，说道：“怎么还想闹一次天宫？”孙悟空闻言卸下气来，大闹天宫，那就是玉帝带着一群神仙耍猴玩。纵然孙悟空当时已经是太乙金仙巅峰，甚至等闲大罗也不是其对手，但天庭高手何其多，就连眼前这一脸坏笑的玉帝都是准圣巅峰修为，哪怕是现在的自己与他动手都无异于找死，更不要说以前的自己。玉帝看着眼前略显失落的猴子，不忍道：“你也别怪天庭，当年你出世之时，朕就有心派遣太白去凡间接引你来天庭，但西游是圣人谋划，朕也无可奈何。再说了，你这猴头也不亏，多少年来你是唯一一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抬头说道：“好了好了，玉帝老儿，你叫我老孙过来，不会就是说这些没用的东西吧？如果是的话，我可要走了。你这猢狲还是那么不稳重。”玉帝笑骂一声说道：“如来带着西方众佛陀菩萨闭关讲法，现在灵山之上只有观世音与旃檀功德佛坐镇，还有那个斗战胜佛也在，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孙悟空并没有做出回应，经历了这么多的算计，他知道眼前的这位玉皇大天尊定然也有自己的算计，不会白白告诉自己这个消息。见孙悟空没有说话的意思，玉帝继续说道：“这些年灵山有些过了，是时候该给他个教训。你去杀了6耳猕猴，一举2得，怎么样？纵然灵山只有观音和那老和尚，但我现在只是一个大罗，观音菩萨是准圣，我一人不能成事。”孙悟空虽然不想被玉帝利用，但这个机会实在是太好了，他不忍心错过。此事好办，我给太白一道法旨，你们再去灌江口叫上杨戬，随你们一同前去灵山。我天庭派出齐天大圣与2郎真君2位战神给他6耳猕猴送葬，他若还不死，就有点看不起我们天庭了。玉帝收起脸上的笑容，霸气地说道。孙悟空听到太白金星也去，心知这次怕是要以天庭的名义对西方出手，也不再多言，与太白金星带领天兵天将朝灌江口而去。灌江口，3坛海会大神哪吒正在与2郎神对坐饮酒，忽然远方天空中黑压压的天兵天将向灌江口飞来。二哥，玉帝老儿又来捉拿你了，叫上梅山6兄弟，点齐
1200草头神，咱们反了吧！哪吒记起混天绫，手持火尖枪，双脚踩着那风火轮，跃跃欲试地看着天空中的天兵天将。杨戬无奈地看着眼前一身反骨的哪吒说道：“你且坐下，收起法宝，待我问明情况再做决定。”哪吒一脸不甘地坐了下来，但混天绫依旧在他脑后飘着，右手也死死地攥住火尖枪，随时保持着一种战斗状态。孙悟空与太白金星来至灌江口，让天兵天将在空中等待。一人一猴降下身形，杨戬看清来人后，心中不免有些奇怪。自己昔日里虽说与孙悟空是好友，可自从这猴子成佛后，便已同自己形同陌路，更是与哪吒闹得不可开交，怎么会和太白金星来到灌江口呢？还没等杨戬说话，看见孙悟空的哪吒便手持火尖枪冲了上去。孙悟空看到哪吒冲了上来，不由向身旁的太白金星说道：“昔年我老孙大闹天宫的时候，就与哪吒这小子相交莫逆，你看哪吒看到我到了，都跑出来接我来了。”太白金星顾不上与孙悟空聊天说话，只是大喊一声：“大圣小心！”孙悟空疑惑地看向太白金星，忽然一阵热浪袭来，他连忙躲闪，以极其狼狈的姿态躲过了哪吒的攻击，目瞪口呆地看着哪吒：“哪吒，你小子疯了，对我下死手了！”哪吒见孙悟空躲过自己的攻击，手持火尖枪再次攻了上来，嘴里还骂道：“你这猴头，当年在灵山辱我，正愁你躲在灵山没处报仇呢，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看枪！”孙悟空见哪吒又攻了上来，心中不免恼火。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忍气吞声之辈，唤出如意金箍棒飞身上前，一时间两人打得不可开交。太白金星有心劝阻，但无奈这两位都是三界之中鼎鼎有名的战神，他俩打起来自己哪敢站在旁边劝架了？两位随便一个失手打自己身上，都够自己受的。不说太白金星在旁边如何决定，且说孙悟空此时已经被哪吒打出火气，自己以为只是一场切磋，没想到哪吒这小子手下毫不留情，每招都是奔着要命去的。孙悟空顿时戾气迸发，抡起金箍棒狠狠地砸下。此时的二郎神杨戬也觉得有点不对，这猴子自从皈依佛门之后，极少与人动手，哪怕是动手也是佛光漫天，怎会像今日这样一身妖气呢？太白金星看到赶来的二郎神，立即高呼：“真君快快拦下三太子，这个是真大圣，不是西天的那个斗战胜佛。”杨戬听闻此言，心中一惊，联合自己昔日的一些猜测，立马飞身上前，大喝一声：“哪吒住手！”同时唤出三尖两刃刀硬抗孙悟空的攻击。杨戬立于二者中间说道：“二位且慢动手，先说清楚再动手也不迟。”哪吒气呼呼地说道：“还有什么好说的？这猴子成斗战胜佛之时，我好心跑去祝贺，这猴子非但不领情，还当着那么多仙佛的面羞辱我，今日就是报仇的好时机。二哥你先让开，让我好好收拾这猴子一顿。”孙悟空闻言顿时明白哪吒为何与自己见面就打，立即说道：“哪吒且慢动手，羞辱你的不是我，是西天的斗战胜佛，我是孙悟空。”孙悟空，哪吒一脸疑惑地看向杨戬，有什么区别吗？杨戬此时也证明了心中的猜测，说道：“先下去再说。”转头看向孙悟空和太白金星，请大圣和金星到寒舍一叙。四人一同来到灌江口杨戬的道场。孙悟空将真假美猴王石、六耳猕猴以假乱真，自己被女娲娘娘所救之事向杨戬与哪吒说明。哪吒一脸尴尬地看着孙悟空说道：“猴子，对不住了，都怪那六耳猕猴，下次见到他，我一定狠狠地揍他，替你出气。”孙悟空没好气地说道：“你这小子，这些年没闲着，实力大有长进，不过出气的事就不用你了，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去西天杀六耳猕猴的。”此时太白金星说道：“玉帝有法旨，命灌江口二郎显圣真君杨戬随齐天大圣前往灵山，捉拿冒充齐天大圣的六耳猕猴。”未等杨戬答话，哪吒便抢先说道：“我也要去，二哥和猴子都去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孙悟空看向杨戬，见杨戬点了点头，说道：“好吧，带你去。猴子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杨戬无奈地看着哪吒说道：“去可以，但去了之后要听我的话，不许随意出手。”哪吒一脸兴奋地说道：“好的好的，我一定听二哥的话。”心中却是想着到时候打起来谁还顾得上这个？早就看西方那些虚伪的佛陀菩萨不顺眼了，这次好不容易有个可以名正言顺的机会出手，自然是放开了打。至于什么佛祖最后算账什么的，交给玉帝那个老头子就可以了。反正捉拿六耳猕猴是玉帝的命令，以后佛祖和玉帝二人打起来才好。玉帝要是赢了最好，要是输了，我哪吒就以光复天庭的名义起兵。孙悟空看着眼前傻笑的哪吒说道：“三只眼，这傻小子脑袋里的藕丝不会断了吧？他这样看着我笑，看得我瘆得慌。”孙悟空自然不知道，哪吒这小子已经在自己的幻想给他安排了一个三界荡佛大元帅的称号。先别管他，我去收拾一下，然后就出发，速战速决。杨戬早已习惯了哪吒这傻笑的毛病。过了不久，孙悟空、杨戬、哪吒、太白金星四人带着众天兵天将齐齐朝西方飞去。孙悟空心知此去必有一场恶战，纵然有杨戬、哪吒为伴，此行依旧是凶险万分。但那又如何？我是齐天大圣，是这世间最强大的妖王，辱我者必死。灵山之上，斗战胜佛总感觉心绪不宁，无法静坐参禅。忽然感到有好几个强大的气息接近灵山。观世音菩萨与师父旃檀功德佛亦是气息爆发，已经飞至山门外。灵山之外，众天兵天将列阵，随时准备着动手的状态。大军的最前方，三坛海会大神哪吒与太白金星站在两边，居中站着灌江口二郎显圣真君杨戬，杨戬旁边站着一个妖猴，这妖猴头戴凤翅紫金冠，身披锁子黄金甲，脚踩一双藕丝布云履，手持如意金箍棒，威风凛凛地立于灵山之外，浑身上下散发出滔天的妖气，一双火眼金睛，愤怒地盯着灵山内赶来的旃檀功德佛。观音与唐僧内心如同有大钟护撞，久久不能平静，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他不是死了吗？观音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猴子，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难道这猴子背后有圣人撑腰？不然这世间无人能从如来手下行此礼带桃僵之法，纵然是三界名义上的主宰玉帝也不行。而早已证得
得佛陀果位的唐僧更是疯狂的大声喊道：“不可能，你已经死了，你是假的，你绝对是假的！”这时，观音收起内心的震惊，上前问道：“不知真君今日带领众多天兵天将来我灵山何事？”唐僧更是色厉内荏的质问道：“莫非天庭要与我灵山开战吗？”哪吒看着眼前如同跳梁小丑的唐僧，嗤笑道：“灵山要与天庭开战？我记得没错的话，天庭掌管3界，灵山如果没跳出3界的话，跟天庭开战算造反吧？”观音立即出声说道：“三太子何必逞口舌之力？旃檀功德佛不过是一时失言罢了。”此时灵山的众佛陀菩萨皆来到灵山外，看着已将灵山包围的天庭众将，皆满脸怒容，但看到孙悟空时，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灵山的斗战胜佛。灵山众人疑惑地看着2个孙悟空，又一个真假美猴王，一个威风凛凛，妖气冲天，双手死死地攥着金箍棒，一个身披袈裟，佛光普照，双手合十地立于唐僧身后。孙悟空忍住滔天的怒气，抬头看了此时如同跳梁小丑般的唐僧，嗤笑一声，嫌弃地说道：“老和尚，看到俺老孙没死，你很害怕吧？不如让你那大徒弟试试，能不能接住俺老孙一棒。”无边的妖气向唐僧压下，唐僧瞬间被压倒在地，毫无还手之力。此时灵山众人虽然疑惑，但依旧不能容忍唐僧在自家的地盘上被一个妖猴如此欺辱。哪怕唐僧这个旃檀功德佛有着极大的水分，在灵山没几个看得起他，但也不能让一个卑贱的妖猴羞辱。众佛陀罗汉记起法宝，顿时金光漫天，各种各样的法宝朝孙悟空砸来，以多欺少，这是灵山传承已久的好习惯。孙悟空脸上露出一副不屑的表情，还当我是以前那个被你们算计的妖猴吗？他伸手举起金箍棒朝着前方砸去，灵山众人只觉得犹如一座大山朝自己压下，来不及反应便已经被打倒在地，重者身死道消，轻者五脏俱废。观音本想着看看这猴子如今的实力如何，本以为这猴子最多只能堪堪接下众人的联手一击，未曾想这猴子不但没有接招，反而硬碰硬的重创了灵山众人。一棒得力之后，孙悟空乘胜追击，飞身上前又是一棒挥出，观音见状立即迎了上去。若是让孙悟空这一棒打下去，今日这些人都不用等到佛祖出关就能见到佛祖了。孙悟空见观音阻拦，心知自己不是对手，但依旧把这一棒重重的打了下去。观音挥出一道佛光抵消掉孙悟空这一棒的威力。哪吒见到自己的荡佛大元帅受阻，便想上前相助，2个大罗大战观音这个准胜，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未曾想被杨戬一个眼神制止，只能委屈巴巴的站在那里给自己的荡佛大元帅压阵。孙悟空此时心中暗道：这就是大罗与准胜的差距吗？我全力一击竟然被他如此轻松的化解。观音也在暗中惊叹，这猴子竟然能以大罗之身与自己硬拼一招不落下风，怕是离准胜也不远了。佛祖或许选错了人啊！见2人没有再动手的意思，杨戬上前说道：大天尊降下法旨，命灵山交出冒充大圣的6耳猕猴，如有阻拦者，与其同罪。被孙悟空打倒在地的众灵山佛陀听闻此言，顿时双目赤红，怒骂道：玉帝不在天庭作威作福，竟然敢插手我们灵山之事，当我佛门无人吗？天庭众人闻言尽皆气息爆发，眼神冰冷地看着说话的那位罗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太白金星这个对谁都和和气气的老头，此时也爆发出一股极其浓烈的杀气，唤出一把宝剑，一剑斩杀了这个口出狂言的罗汉。莫非真当我这主杀伐的太白金星不会动手？我杀这目无天庭、目无玉帝的狂徒，菩萨不会有意见吧？太白金星手执染血的宝剑，白发飞扬地向观音问道：此罗汉6根不净，蔑视天庭，任由金星处置即可。观音面无表情地说道：那么灵山便交出6耳猕猴吧，我等也好尽早回去交差。孙悟空此时也咄咄逼人地说道。不知何时从地上爬起来的唐僧忽然高声道：你们等着，待佛祖归来，一定教你们给个交代。孙悟空淡淡地说道：大天尊乃3界主宰，我等奉命行事，到时候佛祖若是真的想要一个交代，自去找大天尊便是。观音用一个严厉的眼神制止了还想放狠话的唐僧。纵然唐僧被封为旃檀功德佛，在佛门的地位也难以与4大菩萨之一的观音比肩，只能忍气吞声地退了下去。观音开口说道：还请大圣见谅，佛祖近年来偶有所悟，正在与众佛闭关讲法，不如等到佛祖出关再来商议此事如何？孙悟空心道：如果不是如来老儿闭关，我今日怎会来此？反正这次有玉帝老儿背锅，那俺老孙狐假虎威一次又如何？想到此处，孙悟空大声说道：如来老儿也不过是西方佛老罢了，难道你们灵山敢不遵3界主宰玉皇大天尊的法旨不成？孙悟空一身战意爆发，狂傲地俯视着灵山众人。杨戬与哪吒等人亦是虎视眈眈地在一旁蓄势待发，只等观音说出敢抗旨的话，天庭一方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手。观音缓缓说道：佛祖不在，灵山没人敢随意将一位佛陀交给天庭。听闻此言，孙悟空率先动手，挥动着金箍棒就朝着6耳猕猴打去。6耳猕猴见状唤出法宝随心铁胆兵，慌忙应对。杨戬与太白金星合力拦住前去救援的观音。哪吒率领众天兵天将与灵山众人打在了一起。哪吒这小子不去找与之实力相对应的灵山佛陀，就逮着才堪堪大罗初期的唐僧揍。这对于唐僧来说无异于单方面的挨揍。6耳猕猴与孙悟空的战斗看起来跟哪吒和唐僧2人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6耳猕猴能堪堪防御，唐僧却是连基本的防御都做不到。孙悟空看着艰难抵抗的6耳猕猴，心中冷笑道：昔年俺老孙被金箍压制的实力实不存一，尚能与你打得有来有回，如今俺老孙实力恢复，你也配做俺老孙的对手？孙悟空突然实力爆发，一棒力大势沉地砸向6耳猕猴。6
耳猕猴心知自己难以抵挡此棒的威力，转身便退。孙悟空哪里能让他逃走？举棒飞快地向前追去。观音见六耳猕猴身陷危机，一身准圣气势爆发，震退杨戬与太白金星，一掌向正在追六耳猕猴的孙悟空打去。正在追逐六耳猕猴的孙悟空只觉得有一股极其强大的法力波动袭来，只得仓皇抬起金箍棒应对。待挡住这一掌后，六耳猕猴早已逃到灵山山门外。孙悟空此时再追已是无济于事。待其进入灵山，恐怕除了玉帝、佛祖等人，这三界无人能打破灵山大阵。孙悟空气急地看着观音怒道：“观音，安敢坏我大圣？大圣何必下此毒手？斗战胜佛，如今亦归依我佛。以前诸般因果皆化云雾散去。”观音见六耳猕猴已经逃回灵山，又恢复那个大慈大悲的端庄样貌。孙悟空此时气急反笑，盯着观音说道：“呵呵，皈依佛门就能对以往的过错既往不咎，以佛门好大的威风啊！”阿弥陀佛。观音俯首低眉，并不作声。早就看你不对劲，没想到你这个假货竟敢冒充我猴哥！一道声音从灵山内传出，伴随着的是早已逃回灵山的六耳猕猴口吐鲜血的从灵山护山大阵中飞出。紧接着，一个猪头人身的妖怪手拿9齿钉耙从灵山内飞出，此人正是那灵山净坛使者猪八戒。孙悟空惊呼一声八戒，来者亦是高呼一声猴哥。我早就觉得他不是你，可是我没证据啊，他又是佛祖亲自辨认的，俺老猪只好压下疑心。若不是今日猴哥打上门，这假货还不知道要冒充多久。孙悟空说道：“八戒且慢叙旧，待俺老孙打杀了这假货，你我兄弟二人再去把酒言欢。”猪八戒点了点头，紧紧地跟在孙悟空身后。早已被哪吒那小子打得遍体鳞伤的唐僧趴在地上，对着猪八戒喊道：“猪八戒，你是佛祖封的净坛使者，你竟然敢背叛佛门！”猪八戒厌恶地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唐僧，说道：“我是道门太清门下玄兜大法师的弟子，天庭玉皇大天尊封的天蓬元帅，不是什么佛门的净坛使者。”观音护着被猪八戒打出灵山的六耳猕猴，对天庭众人说道：“今日之事，待佛祖出关，一定会向玉帝讨个交代的。”孙悟空嗤笑一声说道：“观音，要么交出六耳猕猴，要么就继续打，俺老孙没心情在这里说这些屁话。”观音并没有理会咄咄逼人的孙悟空，而是向太白金星说道：“难道天庭任由着妖猴放肆，要挑起与灵山的战争吗？”观音很清楚，孙悟空不过是玉帝的一颗棋子罢了，而太白金星作为玉帝心腹，他的决定要比孙悟空重要太多了。来时陛下交代过老臣，此行一切是皆听从大圣的安排。太白金星淡淡的说道：“还有，孙悟空不是妖猴，是玉皇大天尊亲自封的齐天大圣。”观音知道已经不能挽回局面了，但为了灵山的威严所在，也不能任由六耳猕猴就这样被天庭带走。于是观音一手拿着净瓶，一会挥出里面的柳枝，同时向孙悟空、杨戬、哪吒、太白金星4人打去，同时敢对4个大罗金仙出手，其中3个还是3界有名的战神，这就是作为佛门4大菩萨之一准圣强者的底气。孙悟空4人奋力抵挡，4人中实力稍弱的太白金星，此时已经在观音刚才的一击之下口吐鲜血，染红白袍。猪八戒见状飞身上前，帮助4人一同抵挡观音的攻击。大圣，我们4人先挡住观音，你去杀那六耳猕猴。杨戬对孙悟空转音说道。孙悟空立刻抽身而退，举起如意金箍棒朝六耳猕猴杀去。观音岂能让他如愿，奋力一击打退杨戬等人，转身朝孙悟空杀去。孙悟空见观音杀来，只能放弃六耳猕猴，与观音站在一起。杨戬等人一时追了上来，继续对观音展开攻击。一时间局面陷入僵局，孙悟空等人打不开观音的阻拦。观音纵然是准圣强者，也难以同时击退5位大罗强者。哪怕猪八戒只是一个大罗后期，但扛不住有孙悟空、杨戬、哪吒这3个大罗巅峰的战神啊！兄弟，大哥来了！忽然间，一股庞大的道门清气从天边爆发，并且飞快地朝灵山飞来。这股气势令身为准圣的观音也心惊不已，脸色也瞬间变得阴沉下来。显然，观音是知道来人是谁的。孙悟空听闻此言，心中一喜，知道是自己的结拜大哥镇元大仙来了。一人瞬间出现在孙悟空身边，只见此人头戴紫金冠，身穿一件道袍，鹤发童颜，一身仙气出尘，手持拂尘。此时灵山众人发散出的佛光，与此人身旁无意中散发出的道门清气相比，无异于萤火比皓月了。此人正是五庄观之主，地仙之祖镇元子。镇元子的到来打破了僵局。纵然观音也是准圣，但准圣和准圣也是有区别的。像镇元子这种老牌准圣强者，就算是灵山如来亲自出手，也不敢说有10分的把握拿下。观音上前说道：“镇元大仙，可还记得贫僧的那份香火情？”镇元子并没有理会在那里套近乎的观音，对孙悟空说道：“兄弟，你尽管出手，我看何人敢阻拦于你。”随后转头看向观音说道：“真以为那人参果树是你救活的？堂堂先天灵根，仅凭你一个准圣初期就能救活？我当时不过是卖佛祖一个面子罢了。”孙悟空闻言，手持金箍棒便朝六耳猕猴杀去。观音有心阻止，但无奈镇元子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意思很明显，只要你观音敢出手，我就敢让佛门4大菩萨变成3个。见观音无法帮助自己，六耳猕猴只得唤出随心铁杆兵与孙悟空打在一块。可他哪里是孙悟空的对手？区区几招下来，六耳猕猴已是身受重伤。只要孙悟空再用尽全力的打一下，六耳猕猴必然魂飞魄散。六耳猕猴见已到必死之地，咬咬牙朝天空中喊道：“佛祖救我！”忽然，灵山爆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气势，在场众人除了镇元子外，都被这股气势压得喘不过气。哪怕是孙悟空运转全身功力也难以抵挡。一佛陀来到灵山之外，身披袈裟，高坐莲台，天空中顿时佛光普照。猪八戒惊呼道：“燃灯佛祖，他不是随如来佛祖一同去闭关讲法了吗？
并没有人出来解释八戒的疑惑。众人此时更担心的是燃灯此时出现，六耳猕猴就不好杀了。这燃灯佛祖乃佛门数30佛中的过去佛，与现在佛如来佛祖、未来佛弥勒佛祖并称为数30佛。哪怕是如来见到眼前的燃灯佛祖，都要敬称一声大佛。可想燃灯在灵山的地位有多高了。孙施主，今日六耳猕猴已经身受重伤，你的仇已经报够了，回去吧。燃灯开口说道，但听其语气丝毫没有与孙悟空商量的意思，更像是与孙悟空通知。孙悟空说道，不够，昔年如来与六耳猕猴冒充我的名号，差点夺走我的性命。今日六耳猕猴不死，老孙绝不退去。燃灯开口说道，今日本座在这里，已杀不了我灵山的斗战胜佛。